他跑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北京知青顾青和上海知青于凡相遇在西双版纳农场，纠缠一生的爱情故事拉开了序幕。马斯提估计是在老正兴吹空调弄感冒了。老太太下了床，倒了杯热水，这才躺回了床上。于凡重新躺好，望着低矮的阁楼天花板，悠悠地叹了口气。现在他只盼着能早些拆迁，好让母亲和女儿住上像样的房子。但有个问题却摆在眼前，那就是前妻杜宁的户口还没有迁走。刚把房子的烦心事丢到脑后，顾青的样子又在眼前晃动起来。你为什么还会来见我呢？他是个背叛者，市侩卑鄙的小人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于凡早了10分钟到浦江饭店的理茶厅上班。餐厅主要卖的是上海本帮菜，现在正是早餐时间。当他换了工作服来到大厅的时候，却看到了顾青的身影。顾青吃完早餐，刚站起身就看到了呆若木鸡的于凡，便豁达地笑了笑。这也算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。现在人家在上班，不便打扰，等下班的时候再来骚扰吧。老于，领班让你过去一下。啊，谢谢。于凡顾不得和顾青打招呼，就出了餐厅，来到楼下的办公室。老于，咱们酒店呢要做个员工奖，你能写绘画就把这事儿呀交给你吧，需要什么支持找工会的老谢就成。啊，没问题，我会尽力的。于凡痛快地答应了。他知道小年轻都不爱管杂事儿，可他也没办法推脱。啊，耽误你时间了，回去工作吧。啊，领班小赵笑眯眯地说：“老于这个人真好说话，让干啥干啥，以后有类似的事情都揽过来，他也好在上级领导面前表现一番。”于凡赶忙回了餐厅，但顾青已经离开了，不知为何心里有一丝小小的失望之情。而此时的顾青正驱车赶往虹口的某服装厂，他想和厂里的领导谈谈收购二手设备的事儿，如果价格合适，他就打算用火车拉回北京，自己挑摊子搞服装公司了。如果这家的价格不合适，还有3、4家备选的。今天令人兴奋的却是，他入住了老上海风情的浦江饭店，可以天天见到于凡了。顾青一连跑了3个厂子，把价格比较之后，初步决定购买浦东某厂的设备。下午4点多，他才回到酒店，直接就奔了中餐厅。他得解决晚饭，还得赶在于凡下班前抓住对方。坐在窗前的位置上点了菜，顾青就开始四处瞟，但却不见于凡清瘦的身影。他索性叫来了服务员小姐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这儿的于凡下班了吗？老于啊，没下班呢，他在工会弄海报呢。哦，我等他。顾青礼貌地笑笑，又继续点菜了，可心思一点没在菜单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于凡才从工会活动室回到了餐厅，马上就被领位通知有人找。他扭身便看到了坐着吃饭的顾青，却不敢擅离岗位过去和他说话，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。顾青似乎也明白他的苦衷，慢悠悠地吃饭。最后的1个小时对于凡来说却是煎熬，他觉得同事们好像都在盯着自己。虽然他穷，但那就不能认识有钱人吗？到了下班的时候，于凡慢吞吞地换了衣服，来到餐厅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朝里面张望。结果顾青立即拿上皮包走了出来。走到楼上我的房间里坐坐。你不是住在锦江大酒店吗？今早退房搬你们这儿来了，这样找你方便。说完，顾青就搭着于凡的肩膀，几乎是把人家半强迫地推进了电梯。电梯里除了他们2个，刚好没有别人。于凡下意识地往另一边靠了靠，却让顾青揪住了。你还怨我吧？一会儿进屋咱们再聊。顾青订的房间是能住2人的大床房，就在5楼。打开门，屋里的灯就全都亮了。顾青从冰箱里拿2听啤酒放到茶几上。坐吧，我洗澡去啊，你无聊看会儿电视。于凡坐到沙发椅上，打开了电视，可里面的节目丝毫不能吸引他，倒是卫生间里传出的流水声让他心情烦乱。不一会儿，顾青披着浴袍走出来问道：“你洗吧。”于凡摇头：“我刚才在澡堂洗过了。”晚饭吃了吗？我们午饭吃得晚，我还不饿。餐厅2点才会开饭，而现在才5点。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哎，你都看到了，如此而已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没有和男人睡过？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？你不是随便，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听到这个答案，顾青心里反倒松了一大口气。于凡低下头，沉默了好久才问道：“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？”顾青挠挠鼻子，
终于把憋在心里的话讲了出来。你回城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还能不让你走吗？想到这儿，他就有些动气，这可是多年以来自己心里的一个结。于帆垂着头，带着愧疚的神色说道：我怕你会冲动。你就是信不过我。我们在一起6年，你知道吗？我和哪个女人都没待过这么长时间，6年你都学不会信任一个人，难怪你老婆要和你离婚。顾青的声音哽咽了，或许这番话很过分，但对面的人可曾想过他的感受？对不起，顾青，对不起。于帆很想补偿，很想赎罪。顾青皱起眉，突然起身揪住了他的衣领，将于帆整个人拎了起来。